紫逸晴也是笑盈盈的握紧小拳头，伸了出来，与萧炎拳头轻轻的碰了碰。合作愉快。既然大家依旧恢复的差不多了，那么我们就继续前行吧。接下来还有更大的挑战在迎接我们呢。萧炎的目光看向古元天的深处，那里将会是比风无痕和寒光里更强大的强者战场，而超越风无痕和寒光里的那些强者，基本都是天元界主宰之中最巅峰的强大存在，击败了风族和寒族，还有更强的雷族、暗天族这些堪比武神域和天渊域的强大队伍。之前在进入古元天前所遇到的那位，以一人之力击败了一道隐世的顶尖势力，而此人正是王无天。想必这位王无天的实力将会是诸天气运之争中最棘手的强大存在了。而后，苍玄天血海域以及紫霄域3支队伍开始朝着古元天的深处走去。与此同时，在古元天的另一处地方，数道狼狈的身影渐渐的浮现，而这些人正是风族和寒族的2支队伍。在队伍的最前方有着2道身影，他们正是风无痕和寒光里2人。他们的面色此时变得格外的阴沉，因为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会败在那些萧炎的手中，而且连所有祖气之脉都被全部夺走，导致如今变得如此的狼狈。以他们的性子，这个仇必然会加倍奉还。真是小瞧了萧炎这小子。寒光里眼神阴翳，眼中寒意疯狂的流转，同时他隐隐的有点后悔，这萧炎竟然能够如此的强大，1对1的情况下，竟然自己败得如此的彻底。早知道当初就应该先对萧炎动手，就不会出现他们联合紫霄域的那支队伍，最起码他们也不会如此的狼狈。原本自己埋伏对其血海域出手，没想到对方早已设了一场局，引他们上钩。该死，真是该死！风无痕面庞扭曲，不断发出了一道愤怒的咆哮，眼中的怨毒犹如实质一般。他怎么都没想到这一次他会损失如此的惨重，现在得风无痕无疑是真正的虎落平阳啊。不过跟陨落比起来，这些代价总归是能够接受的。萧炎、紫逸晴，你们给我等着吧，等我恢复了实力和伤势，我一定要你们无比的后悔。此时的风无痕如同发狂的野兽一般，不过他也明白现在自身的状态极差，恐怕随便来一位小主宰都能够将其斩杀，所以他必须尽快的赶回他们5大强族联合的大本营。只要回到大本营，借助着沙族、雷族以及暗天族的力量，想必就算是武神域和天渊域那些队伍来了，他们也不会惧怕。而且萧炎等人一旦进入他们的大本营，恐怕也只能有来无回了。忽然，风无痕和寒光里那猩红的眼瞳看了一眼遥远的后方，他们能够感觉到那里有着一道极为可怕的气息波动浮现，而且那股元气极其的诡异，似乎让人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该死，是什么人？风无痕神色变得极为的凝重。无痕兄，此处距离大本营还有着一段距离，身后的那些诡异气息不知是什么人，似乎好像往我们这里急速掠来，怎么办？寒光里一脸惊慌，这也是他头一次出现如此惊慌失措的样子。作为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竟然被身后的那道诡异气息给吓到了。而风无痕的眼神闪烁，眼下他体内元气也所剩无几，根本无法脱身，而他们的位置也很有可能已经被后面的人发现。风无痕最终沉默了片刻之后，突然狠狠的一咬牙，想跑晚了。一道诡异的声音在他们的不远处响起，下一瞬，一道充满着毁灭气息的黑色光束便是爆射而出，直射他们面前的风族、寒族的一众人。这道黑色光束所过之处，竟然连虚空都是被撕裂出一道深深的痕迹。诸天生灵，都去死吧！一道极度阴森的声音再度传出，在昏暗的夜空之下，一道黑色的光束以惊人的速度掠过天际，其速度之快，直接是引起了音爆之声，一道道的可怕气浪瞬间扩散开来。而风族和寒族的一众人竟然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瞬间被这道黑色光束给击中，身躯爆裂，鲜红的血腥之味直接弥漫此处的空间，就连风无痕和寒光里这等顶尖强者都无法掩饰心中的惊惶之意。刚刚这道黑色光束出现的太过可怕了，竟然仅仅不到数息之间，他们的队伍之人皆是陨落，只剩他们2人。此时的他们面色变得极为惨白，浑身元气也是起伏不定，处于一种极端紊乱失控的状态。下一刻，寒光里的双臂突然炸裂开来，鲜血流淌间断臂脱落，鲜血当即喷出，还莫等寒光里反应过来，诡异的黑气瞬间缠绕其上，然后硬生生的将其彻底的吞噬殆尽。一旁的风无痕见状，眼珠子都差点要掉出来了，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能够让人一瞬间彻底的失去生机？风无痕催动最后所剩的风属性元气，元气包裹全身，然后便是化为一道飓风，对着前方的一处黑暗的山林方向爆射而去。其速度异常的快，竭尽全力的冲入树林之中后，便是收敛起元气的波动，悄然的低空前行，没入黑暗的山林间，消失不见。片刻之后，一道漆黑的身影浮现，然后阴森的目光看了一眼前方的山林，发出一道诡异之声：风属性的元气，不过想要在我面前逃跑，那是不存在的。然后这道漆黑身影便是化为一道黑暗流光，掠进了山林之中。此时在一座山体中，风无痕找到一处隐秘的地方，静静地躺在地上，浑身的元气尽数的收敛，一般不会有人发现。虚弱的状态持续了半刻钟之后，风无痕那紧闭的眼目方才缓缓睁开。在他的感知中，那追击而来的诡异气息应该没有发现他躲在此处。他看了一眼自己此时的状态，眼角微微的抽搐了一下。他从未想过，他风无痕竟然有一天会如此的狼狈。不过想要杀他风无痕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不过一想起寒光里瞬间被那道诡异的黑气吞噬，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风无痕也不再多想，此时的他只想恢复伤势和实力，旋即心念一动，从那戒之中拿出了一枚丹药，
丹药一出，便是散发出极为浓郁的丹香。虽然如今自身的伤势比较重，但是这一枚丹药乃是自己在暗天族中换取而来的疗伤丹药，应该能够将一些伤势修复，然后再潜藏一些时间，待的实力有所恢复，再回大本营。风无痕望着眼前的这枚丹药，深深地吐了一口气，旋即张开嘴巴，就要将其吞服而下。不过，就当丹药即将入口的那一瞬间，风无痕的身躯一颤，便是震惊地发现丹药悬浮在面前纹丝不动，无论他如何的催动，都是无法入嘴。一道诡异的声音再度熟悉的在黑暗山洞中响起，风无痕浑身汗毛顿时倒竖起来，目光阴狠地投向那黑暗中，怒吼道：“是谁？”只见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掌，指尖一勾，那风无痕手中的丹药便是缓缓地漂浮到那只手掌之中。细微的脚步声从黑暗中传了出来，而当那道诡异的身影走出黑暗时，风无痕的眼睛陡然瞪得更大起来，其中满是透着震惊之色。你是什么人？那走出黑暗中的身影指着掌心中的丹药，阴森道：“你是跑不出我的手掌心的。寒族领头人已经陨落，而你风族领头人也将会成为我手中的废墟。”闻言，风无痕心头猛然一颤，一股死亡的气息瞬间在心头里浮现。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杀我？黑影则是发出刺耳的声音：“要怪就怪你是诸天的生灵，这一次你们谁都逃不了。你为何要这么做？只要你放过我，我什么都听你的。”没想到自己最后不仅狼狈不说，还如此低头苟延残喘。虽然这让风无痕没脸见人，但是只要有生存下来的希望，他都愿意一试。望着风无痕如此能屈能伸，黑影的身躯微微一动，然后淡漠的出声道：“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也是5大强族之一的风族领袖人，竟然能够做到这般，还真是能够做大事的人啊！只不过不管如何，你们诸天生灵都是死。”听到这黑影依旧对自己下手，风无痕顿时暴怒道：“我和你拼了！”知晓了自己今日的处境，那么必然难逃一死。既然如此，那么就同归于尽吧。风无痕突然大笑起来：“我身为风族的1号人物，今日竟然会再次陨落，真是不甘心啊！”黑影对着风无痕缓缓地走近，在其身躯之上有着诡异的黑气弥漫出来。风无痕虽然浑身颤抖，眼中有着恐惧流露出来，但是还是银牙一咬，将自身所剩的元气催动而起，然后身躯开始不断地膨胀起来。想要自爆吗？我说了，今日你的死何必多此一举？黑影距离风无痕越来越近，虽然感受到自爆的那股能量极其强大，但是在对于黑影来看却是毫无意义的挣扎。黑影突然咧嘴阴森一笑，露出白牙，在这黑暗山洞中显得极为的让人毛骨悚然。诡异的黑气开始朝着风无痕弥漫而去，一股极度可怕的吞噬之力将肉体膨胀到极致的风无痕完全的包裹而下。而随着这些诡异的黑气包裹在风无痕身躯的时候，体内的元气都是瞬间的被这些黑气所吞噬殆尽。原本即将自爆的肉体，在此刻竟然连自爆的机会都没有了。风无痕眼中的恐惧浓郁到了极致，他疯狂的退后，身上的伤口处鲜血流淌而出。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诡异的黑气自山洞中弥漫，最后黑气如墨水般的侵蚀了风无痕的身躯，将他彻底的吞噬其中。山洞内也是变得死一般的寂静，夜幕笼罩了整个山林。一处山壁突然碎裂开来，一道黑影缓步自其中走出，他立于山崖边，望着那夜色中险峻的峰峦叠嶂，嘴角有着一抹诡异笑容浮现。计划了这么长时间的谋划，总算是在今日开始实施了。诸天生灵的一切将会在这一场计划中感到绝望。黑影回头看了一眼山洞内，微笑道：“风族的强者果然元气不凡，吞噬了之后，竟然能够有着如此多的实力提升。接下来就是吞噬其他各大诸天的生灵了，哈哈哈！”黑影伸开双手，然后对着前方大笑起来，周身的元气涌动，竟然超越了主宰巅峰，达到了准神境。最终，这道黑影再度锁定了古元天中的其他队伍，便是化为一道黑芒，直接朝着另一处飞去。如今5大强族已经被灭了2族，古元天中的队伍也都是越来越强大，他们也正在全力的找寻着高级的祖气之脉。这股元天的机缘已经慢慢的进入高潮部分。接下来的1个月时间里，萧炎、紫衣、秦王熙等人率领着苍玄天子、萧玉邪、海域一众队伍，开始了大规模的探寻祖气之脉。而在这种全力探寻之下，他们的收获自然是相当的部分。短短1个月的时间，甚至连营地的位置都已经变了几次，其中的收获可想而知是多么的丰富。除了萧炎一等人之外，混元天其他的顶尖势力同样是在这段时间中大肆扩张，犹如蝗虫过境般收刮着一切的祖气。这期间，混元天各方顶尖势力倒还算是平和，唯有隐世的5大强族传出了一些动荡，带来了不小的震撼。风族风无痕，寒族寒光里皆是陨落。这个消息在刚传出的时候，无疑是各方势力震撼莫名，因为那陨落之人可不是什么无名之辈，而是这2大势力都能够比肩混元天的前5顶尖势力。可是就算如此，竟然也被更强的人给击杀了。萧炎以及紫衣秦等人也是感到一脸骇然，因为当初他们与风无痕和寒光里战斗之后，虽然有重伤，但是想要击杀他们依旧有点难。而当萧炎他们听到消息后，风无痕和寒光里2人皆是被击杀，足以让人震惊疑惑。那么击杀风无痕和寒光里的强者究竟是谁？种种疑惑让古元天中的各大势力队伍都是无法想明白。随着风族和寒族这等队伍的陨落，在各方势力中也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此前又传出的消息，隐士5大强族的杀族队伍在外出探索捕猎祖气之脉之时，也同样遭遇到了极为厉害的袭击。所有杀族队伍皆是殒命，而且他们的死法极其的诡异，身上的元气不仅被抽干，就连尸骨都没有。
这让的各方势力更是惊惧万分。毕竟这段时间探索下来，虽说不乏一些强大的顶尖势力，但就算是沙族队伍之人的实力打不过对手，想要逃脱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为何就连沙族的领头人莎莎都没登逃出来呢？要知道莎莎的实力与寒光里相差不多，所以将要击杀莎莎基本是不可能的。难道说他们所遇见的强者已经强大到连他这等实力之人都难以逃命的程度了？随着沙族队伍的陨灭，无人知晓其中确切的情况，但是为了安全着想，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中，各方势力在探索时倒是变得小心谨慎了许多。此时古元天的一处地底深涧中，此处有者若隐若现的咆哮之声响彻，只见的滚滚元气如黄龙般的滚动而起，最后不断的没入数百道人影之中，吸取着那无比磅礴的祖气。而在这数百道人的最前方，正是萧炎的身影。他望着涌来的滚滚磅礴祖气，也是面露微笑。这1个月时间下来，他们可找寻到了几十道祖气的支脉，其中50道都是终极祖气支脉。如此的收获，应该算得上是混元天各方顶尖势力之最。在这50道祖气支脉的浸泡之下，整个苍玄天子、萧玉、血海域一众队伍的实力都是在以惊人的速度正在提升着。而对于萧炎来说，自然提升的更为惊人。现在的他，光是自身的元气底蕴就已经突破到了最强主宰后期，终于在古元天的几个月时间里，从最强主宰中期突破至后期了。有了实力上的突破，此时萧炎就算是对上最强主宰巅峰的强者，都是有者对抗之力了。当然，除了萧炎的实力突破，紫翼琴和王熙等一众人同样是在如此磅礴的祖气吸收之下，自身的元气底蕴也是有着巨大的提升。而且按照萧炎的感应，紫翼琴的实力境界恐怕已经达到最强主宰巅峰高阶，而王熙也顺利的达到了最强主宰巅峰中阶。如今不管是谁，都是在这1个月的探索祖气中得到了巨大的实力提升，那么整体的战斗力也将会大大的变强。不过这些提升虽然让人欢喜，但萧炎确实感觉到，随着自身实力的提升之后，他体内的焚诀功法更是有着异动起来。这是焚诀的力量，怎么会如此的异常？萧炎沉声喃喃道。而粉老的声音旋即传入萧炎的耳朵之中。萧炎，想必是你的实力提升与焚诀中的神技焚神诀产生了一丝影响，这是一次机会，让你好好领悟焚神诀第3诀的最佳时机。焚神诀的第3诀吗？来吧，让我看看你这焚神第3诀究竟是什么。萧炎的眼中有着期待之色迸射而出，旋即他的双目也是渐渐的闭拢，任由那滚滚而来的祖气和焚神之力将他的身影全部淹没。一道道金色的奇特力量与祖气相互的融合，然后再被萧炎吸收至入体，以一道极为惊人的感应盘旋在自己的体内当中。而萧炎静盘坐，不知过了多久，对于焚神第3诀有了一丝明悟，终于是自心间缓缓的涌现。灵海中的云海里，似是有着一轮大日缓缓的升起，光照万里，而光照所过之处皆是被净化。萧炎的脸庞先是极为的震撼，然后便是化为一抹淡淡的笑意浮现而出。他双手合拢，一道陌生的金色光影开始变换起来。这道金色光影出现后，又以非常诡异姿态再度变换，光影变化的越来越快，最终化为数道金色神光开始纷飞。而在某一瞬间，这数道神光又再度融合在了一起，整个灵海中都是变得沸腾起来，旋即散发出一抹金光，金光渐渐的变得强烈无比，其中还有着一抹光影越来越清晰，整个灵海的空间都是在此时震荡而起。萧炎眼神灼灼的盯着那抹越来越清晰的光影，心中对焚神第3诀的感悟也越来越深。这难道就是焚神诀的真正力量吗？这是萧炎从未曾涉及过的第3诀，此前虽然有所领悟这其中的奥秘，可是现在所领悟的与之前所领悟的比，简直就是天差的别。在萧炎那灼热的目光之中，他终于是看清楚了那金色光影，那似乎是一个人，不对，是一座雕像光影。但是这座雕像光影中的力量似乎非常的强大与神圣，这股力量简直强到离谱。准确的说，这座雕像光影居于虚无和实质之间，看似存在于那里，但却让人难以感知。萧炎也没有多想，便是伸出手掌，直接触碰在了这座雕像光影之上。如此近距离的接触，萧炎发现这座雕像与之前在焚诀空间中所看到的那座雕像极其的相似，难道他们之间有着什么联系吗？就在萧炎疑惑之际，雕像光圈上似是有着9火之光反射而出，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玄妙之感弥漫而出。而且萧炎也隐隐的从这座雕像光影中感觉到有一股无法形容的无上神力，那种无上神力能够洞穿毁灭一切的物质和生灵。萧炎的心中此时极为的震撼，这焚神诀的第3诀果然神秘无比，仅仅是领悟到了其中的一部分，便是有着如此强大至极的力量在自己体内渐渐的散发出来。萧炎嘴角有着一抹掩饰不住的笑容绽放出来，焚神诀果然不就是神技。据粉老所说，焚神诀虽然是神技，而神技之中有着等级划分，小神技、大神技、绝世神技、造化神技，但究竟是什么等级的神技则是不清楚。不过从萧炎所领悟到的信息中来看，这焚神诀的第3诀名叫焚神9火，应该等级极高，若是将焚神9火修炼到极致的话，便可彻底的施展出焚神9火的全部力量。若是焚神9火齐出，便可拥有无上神力，弹指间便可轻易的毁灭世间万物及生灵。究竟能不能将焚神9火所修炼，萧炎不知道，但他知道这焚神9火将会成为他日后最强的底牌。萧炎盯着雕像光影，他能够隐约的感知到，在其内部的深处有一道极为细微的9火之光在游动，只不过这道9火之光太过的微弱，需要不断的以火焰本源滋养者，才会渐渐的露出真正面目。
刚刚对于焚神九火的领悟，便是感觉到那股力量实在是太过玄妙与强大，想要达到焚神九火齐出，那似乎还不是现在的萧炎能够做到的事。虽然这道九火之光还如此的微弱，但萧炎已经能够感觉到它所具备的威能。如果利用焚神九火如今的领悟程度，萧炎都有把握自己在对战一名准神境强者的时候，都有着足够的自信，将一位准神境的强者击败。在这危机重重、强者诸多的古元天之内，能够在此时拥有这么一张强大底牌，萧炎的心都是变得安稳了许多。而当萧炎睁开双目时，发现此处的祖气之脉已经全被吸取完毕，其他众人早已修炼结束，开始整装回到自己的营地。萧炎的心情极为的舒畅，微笑的站起身来，旋即他便是看见一直等待在一旁的紫衣琴、王熙灵妃等人。看来你此次修炼有着不一样的收获。紫衣琴瞧得萧炎那般笑容，有些好奇地问道。萧炎笑而不语，显然并不打算轻易地将自己刚刚所领悟的这张强大底牌暴露出来。紫衣琴见到萧炎不回答，只能白了他一眼，不过也没在意，继续说道：对了，你此前让我们注意的一些情报，似乎有了点消息。萧炎闻言，先是愣了愣，旋即猛地想起自己此前交代的事情，顿时有些惊喜地看向紫衣琴：你们查到了是哪一方强大的势力击杀了风族、寒族和沙族？此前我们派出数百位之人开始调查此事，只不过对方基本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线索。但是经过数日时间后，其他队伍之人似乎有看到最近在古元天之中有着诡异的黑气出现。听到紫衣琴所说的话，萧炎的眼瞳微微一凝。诡异的黑气，难道是萧炎似乎猜到了什么，然后欲言又止？你是否发现了什么？紫衣琴便是看出萧炎刚刚脸上的变化，急忙地问道。还不完全的确定，如果真的是他们的话，看来古元天之中已经渗入了除了我们各大诸天的势力之人外，还有着其他东西的存在。萧炎的目光直直地望着远处，心中已然有了一个答案。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被我紫衣琴发现了踪迹，我必定要抓出这些隐藏在暗中之人。紫衣琴对于自身实力有着绝对的自信，因为这段时间里自己的修为更是提升了不少。然后苍玄天子萧玉邪海域的大部队驻扎于一处地域，2日之后，又传来了一道令所有人都为之色变的消息，而这个消息就是进入古元天中的各大诸天势力皆是残忍的杀死，而且击杀之后还不留尸骨。这般做法究竟是谁在背后捣鬼？古元天收的某处区域，这是一片古老的森林，森林之内的树木如巨人般矗立，枝叶蔓延，遮天蔽日，如张牙舞爪般的鬼影。森林内部有诸多深不见底的沼泽存在，沼泽内生存着阴险的古兽，种种危机遍布，令得此处成为了一方险地。而此时，在这环境恶劣的森林内，却是有着诸多营帐，营帐被许多的枝叶覆盖，遮掩着痕迹。庞大的营地中，能够见到许多来来往往的人影，只不过整个营地都是弥漫着一种压抑的气氛，每个人的脸庞上都是写满着担忧甚至恐惧。而这里就是万祖域的临时大本营，在这1个月内，他们已经如丧家之犬般的更换了10数次的大本营了，因为他们这支队伍在这期间被雷族追杀，而雷族便是隐世的5大强族中排名第2的强大存在。在营地内的一座哨塔上，有着一道身影盘坐着，一颗闪亮的光头在这营地内分外的显眼，他就是万祖域在古元天内的领头人李光。这1个月间，虽然他们受到雷族的追杀，若不是李光的强大实力展现，力挽狂澜，屡屡阻挡住对方的追击，恐怕他们万祖域将会有更多人落入雷族的手中。据说雷族中的领头人雷牙实力极其强大，因为雷牙乃是修炼雷道，能够硬生生的将对手炼化成雷丹吞食，极为的恐怖。雷族果然不是省油的灯，要不是我手里有一道神器，恐怕我们早就被雷族之人杀光了。李光的面庞上淡定从容，心中却是在一阵无奈。虽然万祖域在混元天中也是前5的存在，但是却没有武神域和天渊域那般强大。但是他们能够从雷族雷牙手中逃脱，可谓是震撼了不少古元天之中的其他队伍之人。李光的修为实力也是非常接近紫衣琴的存在，或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配合神器的力量能够比肩紫衣琴，这就是神器所带来的强大力量，有时候能够弥补自身的不足之处。当时雷族这支队伍对万祖域队伍大开杀戒，李光为了保护万祖域队伍之人，作为领头人不得不挺身而出，与那雷族的领头人雷牙那强大的家伙斗了一场。其实当时李光这边利用神器的力量，双方也没分出什么胜负，不过看得出来雷牙并没有施展全力。但是即便如此，雷牙所展现出现的力量都是极为的强大无比。此后万祖域的大部队不断的转移营地，而雷族依旧是穷追不舍，只因为万祖域的手中有高级祖气之脉，所以这1个月的时间里，也不知道爆发出了多少场战斗。这段时间多亏了李光师兄，我们才能幸存下来。不过就在此时，一道清冷的声音突然自后面响起，李光便是转过头，便是见到一道修长的娇躯，后者那清冷绝美的容颜，引得此处那压抑的气氛仿佛都是变得明亮了几分。诸多的目光不断的从4方射来。乐言师妹，李光连忙的打招呼，这位容颜绝美、气质清冷的女子，正是万祖域年轻一辈中的绝美女子乐言。这段时间我们皆是成功逃脱了雷族的攻击，不过大家也不要放松警惕，只要我们能够吸收炼化高级祖气之脉，令自身的实力提升，到时候就有足够的实力与雷族哪支队伍对抗。乐言缓步走来，对着在场的所有万祖域弟子说道。李光赶紧爬了起来，露出憨笑。哎呦，
乐言师妹还真是心细呀，这次带上你还真是不错的选择呀。乐言得到自己李光师兄的称赞，脸上露出一抹笑意之色，随后他蹙着柳眉说道：“这段时间收到消息，古元天中发生了非常诡异的事情，那就是已经有许许多多的强大队伍皆是离奇的失踪，而且毫无踪迹可寻。”闻言，李光的心中皆是一惊，随后叹了一口气，开口说道：“此事的确非常的蹊跷，古元天中如此多的强大队伍，皆是一次次的离奇失踪，究竟是遇到了什么东西？”万祖域的众人一同商量着，同时令人都无比的毛骨悚然起来。紫霄玉、武神玉和天渊玉有什么最新情况没有？武神玉和天渊玉最近倒是没有多大的风声，至于紫霄玉，好像前段时间与血海玉和苍玄天3支队伍联合，激战了风族和寒族，最后风族、寒族皆是被他们联手之下落败。这时候，万祖域中的一位男子讲述道。李光一听，也是有着一丝难以置信起来。没想到紫霄玉、血海玉会和苍玄天联手，他们可是知晓，苍玄天乃是各大诸天中实力底蕴最弱的一天，他们身为混元天的顶尖势力，竟然会联合如此弱小的苍玄天势力。李光师兄有所不知，原本苍玄天的领头人是灵飞，实力仅仅达到了最强主宰初期，但是后来苍玄天的领头人则是换了一个人，此人的名字叫萧炎。萧炎，最后2字传入万祖域的众人耳朵中的时候，皆是有着不少的惊骇之色浮现出来。